俄军无人机与军舰频扰北约边境。波罗的海三国与德国紧急升级防御体系。乌克兰 F-16战机首次编队实战出击。俄8万吨储油罐瞬间引爆。乌军弹道导弹重创克里米亚大桥。莫斯科军事研究基地大火燃烧。波克罗夫斯克战线升温，乌军精准打击俄军指挥部。乌克兰持续肃清内鬼，空军少校叛国被捕，间谍网直指白俄罗斯。3度换帅仍攻不下，俄军败给乌军这支钢铁旅。普丁喊英雄归来却成笑话，俄兵回国遭警察洗劫。俄远东强震引发火山喷发，火海冲天核弹库安全惹疑云。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事，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随着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发动高强度攻击，东欧与波罗的海地区正迅速进入战时警戒状态。立陶宛、拉脱维亚与爱沙尼亚这3个位于北约前沿的国家，正遭遇前所未有的边境压力与空中挑衅，无人机入侵、舰艇越界频传，局势陡然升温。在立陶宛，军方证实将于与白俄罗斯接壤的边境部署一个防空营，主因是近期不明无人机多次闯入领空。7月28日，一架来源不明的无人机成功突破边境防线，未被击落，引发高度警觉。而更早前的7月10日，另一架初步被判定为俄罗斯沙赫德无人机的飞行器，实则为非洲菊无人机，险些酿成重大事故。根据立陶宛国防部的通报，一架无人机于当天上午11时30分左右出现在靠近白俄罗斯的凯纳边防站附近，距离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仅约30公里。该无人机并未被击落，而是因燃料耗尽或机械故障而坠落。乌克兰国防快报分析称，从现场照片及飞行器外观判断，这是一架俄罗斯的非洲菊诱饵无人机。这种无人机最早于2024年夏天在战场上被发现，结构以胶合板和泡沫塑料为主，用于迷惑敌方防空系统。据后续调查，其核心技术源自伊朗。乌克兰安全部门指出，即便这类无人机主要作为诱饵使用，其内部仍可能搭载3至5公斤的爆炸物，具备潜在杀伤力，不容忽视。类似事件早有前例。2024年9月，一架搭载爆炸装置的沙赫德无人机在拉脱维亚境内坠毁，虽未造成伤亡，却正式拉响波罗的海防空警报。拉脱维亚国防部曾发表声明称，一架无人机自白俄罗斯方向闯入其领空，最终在雷泽科内市坠毁。当时，另一北约成员国罗马尼亚也曾指控，一架针对乌克兰民用设施发动攻击的俄罗斯攻击无人机闯入其领空。罗马尼亚政府强烈谴责这起非法侵犯，并指责莫斯科再次破坏地区安全。对于俄罗斯的不断挑衅，波兰也紧急升空战机应对俄军袭击波及边境地区的风险。随着近期乌境遭受俄罗斯密集空袭，波兰作战指挥部下令提高东部地区空防等级，夜间空军频繁升空巡逻，全境雷达系统进入全面警戒模式，以防冲突溢出国界。与此同时，爱沙尼亚对俄罗斯更发出外交警告，原因是一艘俄国边境巡逻舰公然闯入爱沙尼亚领海，已被视为对该国主权的赤裸挑衅。爱沙尼亚外交部已召见俄罗斯临时代办并递交抗议照会，严正表态。而在防御升级的另一端，德国也加快武器现代化部署。据防务新闻披露，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正准备向德国加速交付低风胎防远程导弹发射系统，具备发射标准6防空导弹与战斧巡航导弹的双重能力，能大幅提升北约防区的对空与对地打击弹性。每套系统包括4辆发射车与完整支援单位，将成为德国新一代战略防线的中坚力量。此举也再次凸显，尽管欧洲正极力武装自己，但在高端军事科技与产能上仍深度依赖美国。从无人机骚扰到军舰越界，俄方动作频频，不仅挑战乌克兰，也在不断测试北约的集体防御底线。波罗的海的火药桶气息正变得越来越真实。此外，近期外媒报道称，一位美军高阶将领警告俄罗斯，若贸然挑衅北约，将付出极为惨烈的代价。
他直言，北约可能直接将加里宁格勒从地球上抹去。据白俄罗斯媒体 Nexta 报道，美国欧非陆军司令克里斯多弗多纳霍 Christopher Donahue 近日公开表示，俄罗斯持续在欧洲方向上的军事野心令人警惕，并警告莫斯科切勿轻启战端。他指出，夹在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加里宁格勒州虽属俄国，但几乎完全被北约包围，是北约在必要时可瞬间摧毁的目标。多纳霍进一步指出，在俄罗斯任何增援部队尚未抵达前，北约联军就能对加里宁格勒实施迅速而彻底的打击。外界普遍认为，这番言论正是针对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先前提出的对北约先发制人的危险言论所做出的强硬回应。据 @olivanichuan 披露，7月29日，乌克兰空军首次出动 F-16联队，成功精准摧毁俄军第6集团军在库尔斯克州部署的军事雷达阵列。紧接着，乌军又出动3架无人机，对俄军西部战区储油基地实施打击，引发储量高达8万吨的油罐剧烈爆炸，腾起直径达400米的巨大火球，震撼现场。近期，乌军频频出击，结合 F-16、米格29战机与无人机编队，集中打击俄军前线和后勤关键目标，意图系统性削弱俄军战斗持续力。美国战区 The War Zone 网站7月29日报道指出，乌军无人机当日还袭击了俄南部罗斯托夫州萨尔斯克市的火车站，这是近期乌军第3次锁定俄军重要铁路枢纽。铁路运输作为俄军后勤命脉，正遭到持续破坏。另一方面，军文账号 Anoil Reports 于7月31日发布画面显示，俄方正紧急修复受损铁路，反映出其关键战略价值。同日，OSIN Technical 公开一段影片，可见乌军米24响尾蛇武装直升机贴河面低空飞行，显然是在规避俄军雷达侦测，执行前线突击任务。此外，乌空军于7月28日出动米格29战机，使用 GBU-62精确制导炸弹轰炸俄军驻守的乔特基诺镇粮仓，造成俄军步兵重大伤亡。而在27日与29日，乌军同样出动米格29，分别投放 AASM-250 铁锤炸弹和发动南部区域空袭，展现持续压制俄方阵地的空中火力。7月31日深夜，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及俄罗斯南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发起联合打击。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称，此次行动中，乌军出动了多型无人机、巡航导弹，甚至包括弹道导弹，全面袭击俄方目标。其中，克里米亚大桥再次遭到弹道导弹攻击，爆炸声在克赤海峡附近连环响起，至少传出5次剧烈爆炸。尽管克里米亚当局早前已颁布禁拍禁传规定，限制公开传播空袭相关影像，目前现场视频仍未流出，但社交媒体上的居民反应已然佐证了当晚的猛烈攻势。实际上，仅在7月28日晚，乌军刚刚对克里米亚及其周边海域发起密集空袭，导致俄方多个军事基地爆炸起火。不到3天，打击再起，显示出乌克兰持续推进的远程精准打击能力。与此同时，乌军还对俄罗斯腹地展开远程袭击，伏尔加格勒铁路车站再度遭袭，燃料库中弹起火，成为该站近期第2次被打击。更为关键的是，俄南部的交通枢纽罗斯托夫州的萨尔斯克车站也遭受重创。现场照片显示，铁轨损毁严重，俄方紧急抢修，凸显该站对俄军前线后勤运输的重要性，尤其是弹药与补给物资的转运。而在莫斯科西部的库宾卡地区，当地时间30日突发大火。官方虽宣称是公交车站起火，但视频画面中浓烟滚滚，火势蔓延迅速。库宾卡不仅是俄罗斯重要的军工科研重地，还拥有所谓的坦克博物馆。过去数日，波克罗夫斯克战况急剧升温，成为俄乌前线最受关注的焦点之一。据 Mesh 等多家媒体披露，当地时间7月30日前后，乌克兰无人机部队对波克罗夫斯克外围的俄军阵地展开突袭。行动中，乌军出动巴巴雅嘎重型攻击型无人机，
成功摧毁了俄军设在郊外的一处临时指挥所，现场传出连环爆炸声，破坏规模显著。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的机器人地面战车也参与了此次行动，对俄方一支正试图渗透的侦察破坏小组实施了拦截与反击，显示出乌军在人机协同作战上的战术进步。尽管俄方尚未就袭击做出正式回应，但前线的紧张氛围已然形成。据观察，双方正围绕波克罗夫斯克展开一场可能演变为决战的激烈角力。早前，部分亲俄频道曾宣称俄军已经拿下波克罗夫斯克，但目前尚未有权威机构或国际媒体证实该消息。从战局来看，乌军仍在坚守，且持续展开局部反击。事实上，自去年以来，波克罗夫斯克一直是俄军重点施压目标。乌军在该地区面临极大防御压力，但迄今依旧保持据守态势。随着战斗持续升级，预计该地战况将在未来数日内变得更加惨烈，其走向也将对整个顿涅茨克方向的局势产生深远影响。在波克罗夫斯克战线激烈交火的同时，乌克兰还对顿涅茨克多处俄军指挥节点展开打击。乌军总参谋部报告指出，7月25日，乌军发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精确打击了俄第9摩托化步兵旅总部。卫星影像显示，目标区域3栋核心建筑被完全摧毁，疑似造成俄军重大损失。此外，乌军还出动 FPV 自杀式无人机，对顿涅茨克的第1斯拉夫旅基地发动空袭。该部队由亲俄势力组织，长期在当地协助俄军作战。袭击造成其通信设备、发电机组及粮食水源补给遭严重破坏。现场画面显示，基地几乎被彻底摧毁，废墟中散落着大量摩托车残骸。近期，俄方频繁动用摩托车小队执行补给与快递任务，但多次遭乌军打击，补给线屡次中断。乌克兰近期加大了对境内俄罗斯间谍网络的清剿力度，重点锁定在关键的军事领域。最新行动中，乌克兰安全局 SBU 成功抓捕了一名空军叛徒，此人竟是一位具备飞行教官资质的现役少校。据 RBC 新闻网援引 SBU 通报称，这名少校来自一支专责拦截俄军导弹与无人机的空中旅，同时还承担为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支援的重任。然而，他却早已被俄方情报机构策反，并在过去多次协助俄罗斯发动空袭。据悉，该少校曾主动向俄军提供乌克兰空军基地的坐标信息，协助引导导弹打击 F-16、幻影2000与苏24等关键战机的部署点。不仅如此，他还泄露了战机起降的时间表，导致乌军前线多次处于被动。SBU 在一轮密集情报追踪中将其成功锁定，目前他已被逮捕，并将面临终身监禁的惩罚。这起事件只是乌克兰近期反间谍风暴的冰山一角。几天前，第聂伯罗地区同样破获一起重大间谍案，一名试图暗杀乌军高级指挥官的俄罗斯特工被当场擒获，情节同样严重。与此同时，乌方还在西部沃伦州逮捕了一名涉嫌为白俄罗斯从事间谍活动的24岁男子。调查显示，他向白俄方面通报了乌军在边境地带的调动情况、检查站部署等敏感信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该男子也将面临终身监禁。虽然白俄罗斯政府尚未回应此案，但此前他们一贯否认介入俄乌战争。不过，外界对白俄罗斯的中立立场始终质疑不断。据乌克兰方面掌握的情报，白俄近期大举扩张本国的军工体系，以满足俄军在乌战场上的后勤需求，主要涉及以下3大领域：无人系统制造能力升级，白俄正在扩建多用途无人机研发中心，涵盖机身结构、导航组件等核心零件的量产；军工配件恢复生产，旗下 Zenit Benemo 企业重新启动瞄准镜、军用汽车零部件等装备的生产线；微电子技术扩张 ，Integral 公司已将对微电子晶圆与电路板的产能提高，以支援俄罗斯 KH-101巡航导弹系统等高精度武器。尽管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一再强调不会直接参与俄乌战争，但上述迹象表明，白俄在军事供应链中所扮演的角色正变得愈发关键，其隐性参战色彩愈加明显。
俄乌战争依旧焦灼，前线战事持续激烈。乌克兰军方近日公布多段战地画面，展现乌军在顿巴斯及俄乌边境一带顽强防御与精准打击，成功挫败多轮俄军攻势。在东部重镇塞维利亚斯克方向，乌克兰第54机械化旅再度击退俄军一波大规模进攻。这支部队自战争爆发以来，已在当地坚守长达3年半，即便俄罗斯方面3度更换前线指挥官，依旧难以撼动其防线。第54旅以稳定有序的防守反击战术著称，被誉为前线钢铁防线。而在巴赫穆特战线，一段由无人机拍摄的画面引发热议。画面显示，俄军疑似误将一枚制导炸弹投向自家阵地，乌克兰第30机械化旅操控无人机在空中引爆该炸弹，爆炸威力猛烈，已对俄军造成重大损失。与此同时，乌克兰第10山地突击旅也发布了一段前线战斗实录。画面中，乌军成功击退一轮俄军进攻，造成俄方13人死亡，7人受伤，并摧毁13辆摩托化装备，战果颇为显著。在战术创新方面，乌克兰军方亦不断推陈出新。近期，乌克兰独立总统旅旗下的布拉瓦特战分队首次启用搭载榴弹发射器的小型无人机，成功拦截俄军突击队，精准打击使敌军推进受挫。此外，乌军战线也延伸至俄罗斯本土。消息指出，乌克兰空军近日出动携带 GBU-61JDAM 精准制导炸弹，对俄别尔哥罗德州雷皮亚西夫卡一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是否造成俄方人员伤亡，目前尚未有俄方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曾高调宣称，赴乌作战的士兵将获得英雄般的归来待遇，但现实却无情打脸。英国广播公司 BBC 近日发布的一项调查揭露，许多返回家乡的俄军士兵并未迎来掌声和鲜花，反而成为官员与警察眼中的移动提款机，接连遭遇敲诈、诈骗，甚至抢劫。部分人连基本工资都无法领取。自2022年2月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俄军大量扩编，当局以高额奖金吸引数万名来自经济困顿地区的青年参军，承诺第1年可领取高达520万卢布的薪资，受伤还将获赔400万卢布，这些数字远超俄罗斯平均工资。39岁的尼基塔·库尔萨原是一名焊工，来自罗斯托夫州某小镇。2024年夏，他短暂参战后因伤返乡，准备与妻子奥克萨娜用伤兵补偿金买房。然而命运急转直下，某日酒后驾车外出，身上携带266万卢布现金，途中被2名交警拦截。虽然其中1人起初还表示理解退役军人，但见到巨款后，另1人便将其强行没收。库尔萨随后报警，指控警方抢劫与滥权，然而案件不了了之。原因令人瞠目，涉案2名警员参军报国，根据俄罗斯新法令，以服兵役换取免刑事起诉。而这并非个案。在莫斯科机场，多名警察与计程车司机合作设局，趁返国士兵搭车之际灌醉或下药，进而盗刷银行卡，最高损失达150万卢布。更有地方官员利用士兵回国后的行政漏洞设下陷阱。2024年10月，弗拉基米尔州征兵办公室3名人员因控制与士兵薪资账户绑定的 SIM 卡，非法盗取逾1100万卢布遭捕。而在别尔哥罗德地区，一位官员则将新兵的银行账户绑定在自己手机上，神不知鬼不觉转走100万卢布。更令人震惊的是，一些掠夺者竟来自军队内部。某名退役士兵披露，其部队竟被禁止自由外出购物，所有士兵的银行卡与密码都必须上缴给士官长。这名军官最终掌握了约50张工资卡，其中不乏来自战场失联的士兵。据称，他最终携带大量现金潜逃，其中几张卡余额超过200万卢布。如今，库尔萨寄居在圣彼得堡郊区的一家军医院，身心俱疲。他至今未追回遭警察抢取的财物，且因合约未满，仍可能被再次派回前线。他语带无奈地说：“如果我不在军队，我可能已经无家可归。军队是唯一容得下我的地方。”与妻子奥克萨娜已分手的他坦言，自己已经无法适应平民生活。留在胸口的弹片与挥之不去的创伤，将他困在英雄与气死之间。
他轻声说：“我不想在战场上还让他为我操心。”当地时间30日上午，俄罗斯勘察加半岛发生了震级高达8.8级的强烈地震，并伴随着多次余震。这场强震不仅对太平洋沿岸多个国家发出了海啸威胁警报，还导致勘察加著名的克柳切夫活火山喷发，进一步加剧了灾情的严重性。据社交媒体账号新台湾军事网及白俄罗斯媒体 Nexta 报道，克柳切夫火山海拔4835米，是欧亚大陆最高的活火山之一。此次火山喷发产生的浓密火山灰直冲云霄，场面震撼，引发大量关注。不过，俄罗斯官方尚未发布关于火山喷发对环境和居民影响的具体信息。与此同时，日本消防灾害管理局迅速响应，向太平洋沿岸超过220个城市发出疏散通知，防范可能到来的海啸威胁。智利、厄瓜多、秘鲁、墨西哥及所罗门群岛等多个太平洋沿岸国家也相继发布海啸预警，提醒当地居民加强警惕。据 X 推主 OL Reports 补充，强震过后，勘察加半岛持续发生余震，短短10分钟内就有5次6级以上的强震，严重影响当地环境安全。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核潜艇基地附近仍频发4.8至6级余震，给该基地带来巨大压力。此外， X 推主 AUS Mini 指出，这次强震已导致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和潜艇基地严重受损，怀疑地震引发的海啸可能已经淹没该基地的码头。这场地震可能已经对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造成严重打击。更引人关注的是， X 推主 Ukraine Battle Map 提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观点，认为此次勘察加半岛强震或许与北约对俄罗斯的攻击有关。该账号认为，美国试图透过在勘察加半岛引爆多枚核弹头的方式，直接摧毁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核潜舰基地，打击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不过，该观点并无确凿证据支持，更多被视为推测。